发薪日看到本该到账的30万变成了3000，我去找老板理论，老板把工资条甩我脸上，吼道：要30万奖金，你掉钱眼里了！前台小赵才拿2000，保洁阿姨才拿1500，怎么就你特殊？我今年给公司干了5000万的业绩，按照合同这是我应得的，还和我扯合同，那是平台给你的机会，没有公司你算个屁！别人拿2000都感恩戴德，你拿这么多了还敢来质问我？啊！再敢提钱，这3000我也给你扣了。良久后，我点了点头。林总教训的是我不懂事，太计较个人得失了。林彻愣了一下，似乎没想到我滑跪的这么快，随即他脸上露出笑容，重新坐回椅子上。这就对了嘛，人眼光要放长远，不要盯着眼前这点蝇头小利，好好干，公司不会亏待你的。好的，林总，那我出去了。转身的瞬间，我拿出手机，把那条银行短信截了个图。从这一秒开始，多出1分力都算我输。我没有回办公室，而是转身走向了消防通道，推开沉重的铁门，一股混着烟味的热浪扑面而来。这里是这栋写字楼的编外吸烟室，也是我过去5年里唯一能喘口气的地方。天台上空无一人，我走到栏杆边，把那条银行短信又看了一遍，3000.00元，这个数字像一个劣质的冷笑话。我忽然想起5年前刚入职的那天，也是在发薪日，我收到第一笔工资到账短信时，还特意截了图发给我妈。那天是2600块，加上第一笔小单子的提成，我妈回了一句语音说：儿子出息了，在外面照顾好自己。那条语音我收藏了好几年，换手机都特意迁移过来。现在想想真讽刺，5000万业绩是什么概念？我闭上眼睛，脑海里自动浮现出那些密密麻麻的销售台账。第1年，我跑了300多天外勤，磨坏了5双皮鞋，被客户放了100多次鸽子，才磕下来不到400万。林彻当时拍着我肩膀说：小江，好好干，公司就是你的平台，以后吃肉喝汤都有你的份儿。第2年，我开始摸到门道，专门盯着那些别人啃不动的硬骨头。宏图集团的王震出了名的难搞，他秘书连我们公司的门都不让进。我连着3个月，每周2早上7点准时出现在他们公司楼下，手里就拎着2杯咖啡，不是为了送咖啡，就是为了让王震记住我这张脸。3个月后，他终于松口，给了我15分钟。那15分钟里，我没说一句废话，直接用一组竞品分析数据让他挑了挑眉。那天从小会议室出来，我后背的衬衫湿透了。第3年，我成了公司的销售冠军。第4年，我带着团队完成了全年业绩的160%。第5年，也就是今年，我一个人干了5000万，占公司总营收的60%。这5年里，我错过了发小的婚礼，因为那天要去应酬一个难缠的客户。我没能见奶奶最后一面，因为当时正在外地签一个关键合同。我的体检报告从3年前的一切正常变成了今年的建议复查，胃溃疡、脂肪肝、颈椎反弓。医生的原话是：小伙子，30岁的身体，50岁的零件。我不在意这些，我一直笃信一个最简单的逻辑：付出就有回报，多劳就该多得。我不但自己信，还带着手底下几个小兄弟一起信。我跟他们说：好好干，年底哥带你们去三亚团建，吃最好的海鲜，住最好的酒店。我能带给他们的大概只剩下这个笑话了。手机屏幕按了一下，银行的 APP 图标灰扑扑地躺在那里。30万，对林彻来说可能只是9牛1毛，但对我意味着什么？意味着能把爸妈老房子的房贷一次性还清，意味着能在相亲的时候不至于因为没房没车而被嫌弃，意味着5年的胃痛、颈椎病和无数个不眠之夜。有一个具体的数字可以确认，你没有被辜负。而现在这个确认被一条短信格式化了。林彻说的对，没有平台我可能什么都不是，但他搞错了一件事，不是我离不开这平台，而是这平台离了我还能剩下什么。我想起刚才在办公室里他那张追满虚伪笑容的脸，想起他说的别人拿2000都感恩戴德，不要盯着眼前这点蝇头小利，想起他最后拍着桌子骂我掉钱眼里的嘴脸。烟头在我指尖微微颤抖。其实我进他办公室之前还抱着一丝幻想，我想着也许是财务算错了账，也许是系统出了问题，也许林总看到我会一拍脑门说：哎呀，小江，这事儿我正要找你呢，财务搞错了，30万马上就给你补上。
这种幻想在我看到他那张似笑非笑的脸时就碎得干干净净。他是故意的，从头到尾都是故意的。因为在去年的年会上，他酒后暗示过我，公司的管理成本越来越高，有些钱呢要灵活处理。我当时没接茬，只是敬了他一杯酒。大概从那时候起，我在他心里就被贴上了不识好歹的标签。功高震主，鸟尽弓藏，古人诚不欺我。我看着楼下是繁华的商业街，人来人往，每个人都行色匆匆。我忽然觉得有点冷。5月的天，这阵风却像是从骨头缝里钻进去的。手机屏幕又亮了，是助理小李发来的微信。策哥，林总在群里通知6点开复盘会，我帮你订晚饭吗？还是照常订那家轻食？我看着这条消息忽然笑了。照常加班，照常熬夜，照常当我的卷王。过去的每一天我照常得太多，以至于所有人都觉得理所当然。他们甚至觉得我江策就算不吃饭不睡觉，也要把方案赶出来，也要把客户搞定。凭什么？我回了小李一个字，不。然后我打开手机相册，翻到一张照片，那是3个月前我去上海参加行业峰会，顺便约了一个猎头喝咖啡。猎头叫周姐，40来岁，人脉极广。当时她递给我一张名片说，江策，你的业绩在这个圈子里是有名的，什么时候想动动了？姐这里随时欢迎你。我当时收下了名片，并加了微信，礼节性地说会考虑。挂了电话之后，我转头就把这事儿忘了。那时候的我觉得自己还能在这个公司再干10年。现在那张被我随手塞在钱包里的名片是我的底牌。我把周姐的名片从钱包里抽出来，它被压得有点皱了，但上面的电话号码还清晰可辨。我没有马上打，因为我知道现在还不到时候。如果现在走了，那30万就真的打了水漂。而且以林彻的手段，他一定会想尽办法在我离职证明上动手脚。我要让他亲手1分不少地把属于我的东西还回来，还要带上利息。我把手机揣进裤兜，朝天台外面最后看了一眼。城市的夕阳刚好沉到对面写字楼的玻璃幕墙后面，整片天空被染成铁锈一样的暗红色，很美也很残酷，像这个城市每天都在发生的故事。有人一夜暴富，有人倾家荡产，有人在办公室里被摔了杯子，有人在顶楼端着一杯红酒俯瞰众生，而我站在天台边缘，像个傻子一样吹着冷风。不，从今天开始我不会再当傻子了。我转身推开天台的门，回到工位，周围的气氛有些古怪，背后传来销售2组主管王强的阴阳怪气。哎呀，有些人啊，真把自己当个人物了，离了平台，谁认识你是那颗葱？旁边几个平时跟我的小销售也附和着低笑。就是听说奖金被扣光了，到手才3000，笑死人，连我实习期都不如，平时拽得跟258万似的，这下现原形了吧？林总那是看得起他才教训他，真是不识好歹，嘘，小声点儿，人家现在正气头上呢，小心咬人。若是以前，我定会拿业绩甩他们脸上，但现在我只是强压下心头的恶心，一言不发。我看了看时间，下午5点01分。公司规定是早9晚5，但实际上我从来没有在8点前下过班，甚至经常加班到凌晨。以前我觉得付出就会有回报，现在我觉得这是脑子进水。我直接开始收拾东西，把还没写完的 PPT 直接关掉。旁边的助理小李看得目瞪口呆。策哥，你要走了？下班了。小李看了一眼墙上的挂钟，又看了看我，压低声音说，可是林总刚才在群里说6点要开复盘会。哦，那你开吧，公司规定5点下班，现在5点01分，我属于合法休息时间。说完，我在小李惊恐的注视下大步走向打卡机。刚好林彻从办公室出来，正好看见我背着包站在电梯口，他那张脸肉眼可见的黑了下来。江策，你去哪？电梯门开了，我回过头，一脸无辜的看着他。林总，下班了啊？下班？林彻的声音瞬间拔高了8度。复盘会还没开，明天的客户方案你写完了吗？在这个节骨眼上，你敢走？我按住电梯开门键，平静地说，林总，您刚才教育我，别老觉得自己特殊，要多跟前台小赵、保洁阿姨比一比。我深刻反思了一下，觉得您说的太对了。小赵每天5点准时下班，保洁阿姨也不用懂什么商业复盘。至于复盘会这种大事，我这种工资的人就不在您面前碍眼了。说完，我松开手，电梯门缓缓合上，背后传来林彻的咆哮：江策，你反了天了！明天要是交不出方案，你给老子卷铺盖滚蛋！滚蛋，想得美！我要是现在走了，那30万就真的打水漂了。他无非就是舍不得那笔奖金，想找个理由开除我。可惜啊，
我们做销售的最擅长的就是揣摩人心和耍流氓。第二天，我是踩着点准时进的公司，林彻就站在前台，阴沉着脸，看见我进来，他冷哼一声：“哟，江少爷架子挺大，踩点上班。”我笑了笑：“林总早，遵守考勤制度是员工的本分，早到1分钟那是对公司资源的浪费，毕竟公司的电费也挺贵的。”周围几个同事想笑又不敢笑，憋得脸通红。林彻嘴角抽搐了一下，没接茬，直接伸出手：“方案呢？昨天让你写的宏图集团年度合作方案，今天上午10点，客户就要来听汇报。宏图集团是公司今年的 S 级客户，意向金额2000万。以前这种级别的方案，我至少要熬3个通宵，做几10页的数据分析，还得把甲方的老板喜好摸得一清二楚。但现在嘛，发您邮箱了。”林扒皮狐疑地看了我一眼，转身回了办公室。不到3分钟，办公室里传来了咆哮声：“江策，你给我滚进来！”怎么了，林总？林扒皮指着电脑屏幕，气得手指都在发抖。这就是你写的方案？写的什么狗屎玩意儿？屏幕上是一份只有5页的 PPT， 内容全是看着挺高大上，实则全是废话。我淡定地说：“林总，这方案怎么了？逻辑清晰，用词高端，很符合啊。”你管这叫方案？林扒皮把鼠标砸在桌上：“数据分析呢？竞品对比呢？执行细节呢？全是空话套话。你是想让我在客户面前丢人现眼吗？”我一脸无辜地摊手：“林总，3000块的工资，您能指望买到什么深度分析？而且您昨天不是说了吗？平台最重要，咱们公司平台这么大，难道还搞不定一个客户？还需要我那些微不足道的数据分析？”林彻气得脸色发紫，捂着胸口指着我：“你，江策，你这是消极怠工，这是严重违纪，我现在就能开除你。”我不仅没慌，反而还贴心地给他拉开了椅子。林总，消极怠工的定义是拒绝工作，但我完成了工作，方案我也交了，我也按时打卡了。至于质量嘛，这就是能力问题了。您要是觉得我不胜任，可以请出具我不胜任的证据，直接开除，那是违法解除劳动合同，双倍赔偿金啊！我算算，大概40万吧。我笑眯眯地看着他，而且10点钟客户就要来了，整个公司除了我，没人能在这么短时间内搞定宏图的老板。林彻深吸了几口气，强行压下怒火，眼神变得阴随无比。好，江策，你跟我玩这一套是吧？今天的汇报必须你去，如果搞砸了，造成公司重大损失，你就滚蛋，还要赔偿公司损失。马上拿着你的垃圾方案去会议室。搞砸大客户确实属于给公司造成重大损失，严重失职是可以合法辞退的，但我既然敢做，就不怕他这一手。我点点头，行，我去。10点整，会议室，宏图集团的王总带着一行高管坐在对面，气场强大。林彻坐在主位，脸上堆满了谄媚的笑，他频繁地给我使眼色，那意思是好好讲，不然要你好看。我回给他一个放心的眼神，打开投影仪，点开了那份 PPT。各位领导好，我是江策。关于这次合作，我们的核心理念都在 PPT 里了，请大家花5分钟自行阅读一下。说完，我直接坐下，拿出手机开始刷视频，全场死一般的寂静。5分钟后，宏图的王总忍无可忍，把笔往桌上一摔：“林总，这就是你们的诚意，这就完了。”林彻冷汗瞬间下来了，慌乱地站起身：“误会，王总，这是我们江主管，他可能拿错版本了。江策，你还不快解释？”我抬起头，一脸迷茫且无辜：“没拿错，林总，您昨天不是教导我吗？我就拿个3000块钱，要什么深度分析？您说公司平台大，您亲自出马就能搞定。我这种小喽啰，只要不说话就是最大的贡献。”你林彻气得浑身发抖。王总冷笑一声，站起身整理西装：“看来贵公司内部管理很有问题，连员工都管不住，还想管我们的项目，这种垃圾公司不合作也罢，告辞。”一行人拂袖而去，连头都没回。会议室的门刚关上，空气仿佛瞬间凝固。林彻缓缓转过身，狰狞地看着我：“江策，你找死！”伴随着一声怒吼，他抓起桌上滚烫的紫砂茶杯，用尽全力朝我脸上砸来。剧痛袭来，温热的液体顺着眉骨流下。2000万，那是2000万的单子，你个吃里扒外的，老子养条狗都比你强。林彻彻底疯了，见我没动，他直接冲过来，一把抓住我，将我狠狠往会议桌上撞去。而我并没有还手，只是护住了后脑和胸腹要害，任由他发泄。想拿钱，想讲劳动法，我让你讲。他一脚踹在我肚子上，将我踹倒在地，哪怕我已经蜷缩在地，他依然不解气。老子今天就是打死你，也就是赔点钱，我有的是钱。但你这个不知死活的东西，
老子要让你在这个行业彻底除名，我看谁敢录用你。身上的剧痛让我冷汗直冒，但我死死咬着牙，一声不吭。周围透过玻璃门围观的同事吓得尖叫，却没人敢进来拉架。打了足足2分钟，林彻累得气喘吁吁，这才停下脚，一口唾沫吐在我脸上。他整理了一下凌乱的领带，居高临下的看着满脸是血的我，狞笑道：爽吗？这就是跟我作对的下场，别装死，给我爬起来！人事部马上发通知，把你调去扫厕所，以后每天我就盯着你扫，扫不干净我就继续打，我看你能硬到什么时候。说完，他转身踹开椅子，扬长而去。会议室里一片狼藉，助理小李哭着跑进来，想扶我。策哥，你没事吧？我们要不要叫救护车？我却缓缓推开他的手，从怀里掏出一直紧紧攥着的手机。屏幕上录像功能一直在运行，我拿出手机，点开了一个红色的 APP 图标，发布了笔记：入职5年销冠，30万奖金被黑，讨薪反遭老板暴打。仅仅过去几分钟，底下的消息提醒栏已经变成了99加。林彻，这泼天的流量你接好了。然而就在我刚发完笔记不久，会议室的大门突然被再次推开。你完蛋了。林彻本来已经走到了电梯口，透过会议室透明的玻璃墙，竟然看到我不仅没去扫厕所，反而还要死不活地玩手机，这无疑是在挑衅他的权威。他怒火中烧，又气势汹汹地折返了回来。此时的林彻还没意识到发生了什么，他再次指着我的鼻子骂道：还敢玩手机？江策，看来你是真不知道死活。我举着手机对着他，并没有回避。他看我在录像，更是气急反笑：拍，你尽管拍，老子在警局有人，你信不信我现在就让你进去蹲几天？别以为发个朋友圈就能怎么样，我让技术部几分钟就能给你封了。旁边的同事们缩着脖子，像一群受惊的鹌鹑。销售主管王强这时候倒是跳出来了，一脸谄媚的给林彻递纸巾擦手：林总，别跟这种贱人子一般见识，脏了您的手，我现在就叫保安把他拖出去。我靠着墙，忍着腹部的剧痛，冷笑出声：保安不用麻烦了，我已经帮你们报了警。话音刚落，前台传来一阵骚动，几个穿着制服的警察大步流星地走了进来。谁报的警？谁在打架斗殴？林彻的脸色变了变，他迎上去，从兜里掏出烟递过去。误会，都是误会，我是这家公司的老板，教训一下不听话的员工而已。家务事。为首的警察根本没接他的烟，目光落在我满是鲜血的脸上，眉头瞬间锁紧。教训员工，把人打成这样叫教训？身份证拿出来，跟我们走一趟。林彻愣了一下，似乎没料到这套不管用了，他指着我大声嚷嚷：警察同志，是他先泄露公司机密，给公司造成了几千万的损失，我是气不过才动手的，而且我是纳税大户，你们不能抓我。我虚弱地举起手机，声音虽然颤抖，但字字清晰。警官，我有全程录像，从他辱骂我到拿茶杯砸我，再到对我进行殴打，没有任何还手，全是单方面施暴，而且他刚才还威胁要让我在这个行业除名。警察拿过我的手机看了一眼，脸色彻底黑了下来，那是实打实的故意伤害。带走。2个警察上前架住了林彻，林彻这才慌了，拼命挣扎。你们干什么？我有律师，我要给李局打电话。江策，你敢阴我，你等着。他在咆哮声中被硬生生拖进了电梯。王强和那几个刚才还幸灾乐祸的同事，此刻一个个面如土色，恨不得找个地缝钻进去。我被送上了救护车，临走前我回头看了一眼公司，一片狼藉，人心惶惶。这只是个开始，林彻，我要让你万劫不复。被送到医院后，医生给我缝了4针，轻微脑震荡，软组织挫伤。我躺在病床上，手机一直在震动。那条视频火了，短短3个小时，浏览量破了1000万，转发量过10万。山恶老板殴打销官，传10万奖金变3000骸，几个词条迅速冲上了热搜榜。评论区里全是网友的怒火：这哪里是老板，这是黑社会吧？太惨了，直接拿自己茶杯砸员工，这种人必须坐牢，必须严惩。看着这些评论，我心里并没有多少轻松，因为我知道林彻这种人绝不会坐以待毙。果然到了晚上，风向变了，原本一边倒支持我的评论区突然涌入了大量账号。
未知全貌，不予置评。听说这个销售业绩全是睡出来的，我是公司内部员工，这男的手脚不干净，贪污公款被老板发现了才挨打的。虽然打人不对，但这种吃里扒外的员工也确实该打。紧接着，几个所谓的大 V 开始发文爆料，文章里贴出了几张模糊不清的照片，是我和几个女客户吃饭的场景，配文极具煽动性，揭秘销冠背后的桃色交易。文章里绘声绘色的描述我如何换取订单。更恶心的是，视频里出现了熟悉的面孔，王强他对着镜头一脸痛心疾首。江策啊，其实平时工作挺散漫的，经常迟到早退，那5000万业绩怎么来的，大家心里都有数，我们也不好明说。林总平时对他像亲弟弟一样，这次也是因为他故意搞砸了几千万的大单子，林总也是恨铁不成钢才动了手。看着屏幕里王强那张颠倒黑白的嘴脸，我气得浑身发抖。为了讨好老板，他们可以毫无底线地往我身上泼脏水，刚才还是受害者，转眼就成了人人喊打的过街老鼠。甚至有不明真相的网友开始私信骂我，不要脸的东西活该被打。绝望像潮水一样涌来，我死死攥紧手机。这就是资本的力量吗？黑的能说成白的，受害者能变成加害者。就在我气得快要窒息的时候，我妈打来了电话，不是微信语音，是直接打的电话。我妈这个人平时怕打扰我工作，从来都是先发微信问方便吗，今天竟然直接拨了过来，我心里当时就咯噔了一下。接起来，那边是我妈急促的声音：儿子，你在哪儿呢？你没事吧？我尽量用轻松的语气回她：我在公司啊，妈，怎么了？你别骗妈了，你王姨刚给我打电话，说在手机上看到你了，说你被人打了，还说网上都在骂你，到底怎么回事啊，儿子？我妈的声音说到后面已经带上了哭腔，我心里一沉。王姨是我妈几十年的老姐妹，平时就爱刷短视频，那条视频上了热搜，被她刷到一点都不奇怪。妈，你别急，都是小事，工作上有点误会。误会能把人打成那样？妈虽然不懂你们那些工作上的事，但妈不瞎。视频里那个人把你踩在地上，妈看得清清楚楚。她说到这里，声音完全哽住了。你到底惹了什么人啊，儿子？咱不干了行不行？回来吧，家里又不是养不起你。我攥着手机的手微微发抖，指节捏得发白。妈，你听我说。我把声音压得很稳很平，不敢露出一点情绪波动。我现在在医院，都是轻伤，过2天就好。网上的事情你不用管，都是乱说的，过几天就过去了。你和我爸这2天就待在家里，别出门，谁敲门都别开，知道吗？可是妈，你信我吗？电话那边沉默了几秒，然后传来他重重的鼻音。妈信你，从小到大你说到做到。那就听我的，在家等我消息，等我这边处理好了，我回去吃8顿的鸡。挂断电话后，我一直盯着手机屏幕发呆，直到屏幕上出现了我爸发来的短信，只有短短1行字：儿子，你爸这一辈子没跟人红过脸，但谁要是欺负我儿子，我跟他拼命。你妈我已经哄住了，你放心。我爸今年58岁，高血压，腰间盘突出，平时连杀鸡都不敢看。他说的拼命只是在告诉他儿子，你背后还有家。我还没来得及回复，我妈那边又发了一条微信，这次是文字，她不会打太多字，这句话肯定是一个字一个字戳了很久才发出来的。妈妈对不起你，供你读那么多书，让你出去闯，结果被人这样欺负。你要是想回家就回来吧，妈，不嫌你丢人。我的眼泪终于没忍住。5年销冠，5000万业绩，在客户面前侃侃而谈，在谈判桌上寸步不让，到头来在妈妈面前，我还是那个让她操心的臭小子。我擦了把眼泪，正准备给我妈回消息，病房门被推开了，公司 HR 李姐踩着高跟鞋走了进来，手里拿着文件，脸上挂着那副我见过几10次的职业假笑。江策，好点了吗？我放下手机，把眼泪逼回眼底，抬起头看她的眼神冷到了极点。她把文件放在床头柜上。这是和解协议，林总说了，只要你签了这个，撤销控诉，再发个澄清视频承认是你先动的手，这50万就是你的了。他从包里拿出一张支票，轻轻压在文件上。江策，你是个聪明人，现在网上风评对你很不利，再闹下去，你在这个行业就真的毁了。拿钱走人，换个城市生活，不好吗？我看着那张支票，又看了看李姐那张伪善的嘴脸。50万买我的一身伤，买我的尊严，买我的清白。如果我签了，我就真的坐实了那些谣言。我深吸一口气，指着门口滚。李姐的脸色沉了下来。江策，你别给脸不要脸，林总很快就能取保候审，到时候我让你滚。李姐冷哼一声，行，既
既然你想死磕，那就等着收法院传票吧。公司法务部不是吃素的。他踩着高跟鞋，怒气冲冲地走了。李姐的高跟鞋声消失在走廊尽头，病房重新归于沉寂。我盯着天花板上的日光灯管，白惨惨的光刺的眼睛发酸。床头柜上那张50万的支票还在压在和解协议上面，像一片薄薄的刀片。50万比我被克扣的30万还多了20万。林彻算得很精，他知道我在这个城市没有房子，知道我父母都是普通工人，知道这笔钱足够买我一个石像。他甚至可能觉得这50万是在施舍我。你看，你闹一场，不但拿回了钱，还多了20万，多划算。可他算错了一件事，他从头到尾都没有把我当成一个平等的人来看待。在他的逻辑里，员工是工具，是耗材，是平台这条大河里随时可以捕捞的鱼。工具坏了，大不了换一个；耗材用完，大不了再买一箱；鱼不听话，大不了饿2顿。但是工具不会反击，耗材不会愤怒，鱼不会反咬。渔夫一口，我会。我挣扎着坐起来，牵动了腹部的伤，疼得倒吸一口冷气。右手手背还插着留置针，输液架上挂着的消炎药正一滴一滴的往下坠。我用左手拿起手机，屏幕上还是那条不断刷新评论的帖子，热评第1条已经变成了王强发的那些造谣内容的搬运。听说是陪睡换的单子，真恶心，这种人还装受害者。点赞数3.2万，我的手指僵在屏幕上，评论区的风向已经完全变了。水军和不明真相的网友混在一起，用最恶毒的词往我身上招呼。我的名字、照片、家庭住址，甚至我爸妈的信息都被当成谈资在各大群里传播。一滴眼泪落在手机屏幕上，模糊了那行字。我赶紧用手背擦了擦屏幕，又擦了擦眼睛。不能哭，哭了就看不清路，看不清路就会摔跤，摔了跤他们就赢了。我打开微信，找到我妈的头像，她的最后一条消息是3天前发的。儿子，这周末回来吗？你爸买了只土鸡，说要给你炖汤补身体。我还没回他，因为发薪日那天，我本来计划着拿到奖金以后，给他们一人买一件好衣服，再给他们卡里赚5万块钱。后来一切都乱了套，我把这事忘得一干二净。现在我该怎么回他？告诉他你儿子被打得头破血流，告诉他你儿子的名字现在挂在热搜上被人骂，告诉他你老两口可能也会被人骚扰。我打了几个字，又删掉，又打又删，最后只发了一句：妈，我最近比较忙，不能回去了，你和我爸出门注意安全。过了1分钟，他回了个好字，又追了一条语音。我点开听，他说：忙就忙吧，注意身体，别太累了。他声音里有掩饰不住的失落，但更多的是小心翼翼的体谅。他总是这样，怕打扰我工作，怕给我添麻烦，连想儿子了都只敢发一条不痛不痒的文字消息。我关掉微信，靠在枕头上，任由眼泪流下来。这时手机又震了，是周姐发来的信息：江策，网上的事我看到了，我做了15年猎头，见过最多的职场案例是什么？你知道吗？是被欺负后忍气吞声，最后憋出抑郁症，被公司当抹布扔掉的。你敢反击，已经赢了第1步。等你这边事了了，姐这儿有几条路让你选。我刚回了一个谢谢，病房门这时被轻轻推开了。我警觉地看向门口，手不自觉地攥紧了手机。如果是林彻的人，我就直接按紧急呼叫铃。进来的人不是林彻的人，是一个扎着马尾辫的小姑娘，穿着格子衬衫和牛仔裤，怀里抱着一个牛皮纸档案袋，站在门口不敢往里走。她眼圈红红的，像是刚哭过，鼻子还有点堵。财务部的小刘念，去年刚毕业的大学生，在公司负责对接销售团队的报销和提成核算。策哥，他嘴唇哆嗦着，一开口就又哽住了。我来看看你。我把眼泪擦干净，尽量让自己的声音听起来平稳一些。小刘，你怎么来了？这大晚上的，一个人不安全。我请了假，跟护士说我是你妹妹，才让我进来的。他走到床边，把档案袋抱在胸前，努力忍住不哭。策哥，对不起。你对不起什么？你的奖金，我当时算好了30万，做进工资表里发给林总审批，他把我叫进办公室，让我把提成那栏改掉。我说了不能改，这是签了合同的。他说我一个小出纳懂个屁，让我改我就得改，不改就卷铺盖滚蛋。刘念说着说着，眼泪又下来了，声音越来越小。我害怕，我刚毕业，家里还有弟弟要交学费，我丢不起这份工作，我就改了。原来是这么回事。我沉默了几秒，然后轻轻说：不怪你。你不恨我吗？恨你干嘛？你也是被逼的。我扯了扯嘴角想笑，但脸上疼得厉害，只能作罢。真正的坏人不是你，是让你做这种事的那个人。刘念用手背狠狠地擦了一把眼泪，像是下了某种决心，把手里那个牛皮纸档案袋递给我。
策哥，这是我这半年偷偷备份的东西。我接过档案袋打开，里面是一沓打印好的 AA 纸和几个 U 盘，纸上密密麻麻全是财务数据，有些地方用荧光笔标了颜色。我随手翻开一页，瞳孔骤缩，那是去年3季度的项目回款记录，表面账目和实际账目完全对不上，有3笔总额320万的款项被拆分成了10几笔咨询服务费，打到了几家壳公司的账户上，而这些壳公司的法人代表都是林彻的老婆和表弟。我心惊肉跳地往下翻，虚开发票、阴阳合同、偷逃税款、挪用公款，这些行为在这些账册里被记录得清清楚楚，如果全部坐实，够林彻把缝纫机踩出火星子。你是怎么拿到这些的？我抬头看刘念，他咬了咬嘴唇。我虽然改了你的工资表，但我留了个心眼，从那天起我就开始备份这些东西。林总以为我不懂，其实我在大学里辅修过审计，他的账到处是窟窿，随便一翻就是证据。你知不知道这些证据意味着什么？我知道。他抬起头，眼神里有种初生牛犊不怕虎的决绝。策哥，今天林总打你的时候，我就在外面看着，王强他们在旁边笑， HR 的人在拍马屁，我看着你被他踩在地上，我当时就想冲进去，可是我不敢。他攥紧了拳头，声音发颤。后来我看到网上那些人往你身上泼脏水，我就想，如果我什么都不做，那我和那些人有什么区别？我看着他年轻的脸庞，心里涌上一股说不清的酸涩和温暖。这个刚被社会毒打、被现实吓哭的姑娘，在被欺负过之后，没有变得麻木冷漠，反而在这种时候拿出了藏了半年的证据。谢谢你，小刘，这份证据够重，可能你也会被卷入调查，你不怕吗？我不怕，我爸妈在老家开小卖部的，跟这个人渣扯不上关系。再说了，他忽然笑了一下，又恢复了那种小女生的样子。策哥，你都敢硬刚，我怕什么？我拿出手机，把档案袋里的每一页都拍了下来，边拍边说：小刘，接下来几天可能会很不太平，你听着，保护好自己，暂时别辞职，别让任何人知道你来看过我。如果林彻派人威胁你，你就装作什么都不知道。可是我都把证据给你了，他迟早会查到我头上。不会。我打断他，声音平静但坚定。因为在他查到你之前，他就已经没有机会了。刘念愣了一下，然后用力点了点头。策哥，我信你。他把 U 盘的使用说明写在了一张便签纸上，说里面有加密文件，密码是我的工号后6位，又说了一些数据之间的关联关系。直到护士来查房催他走，他才依依不舍地出了门。走到门口，他又回头：策哥，你一定要赢。病房里又剩下我一个人。我拿起刘念留下的牛皮纸档案袋，又看了看床头柜上李姐留下的那50万支票，一边是清白和公道，一边是封口费和妥协。我没有犹豫，先从口袋里掏出林彻那张50万的支票，用手机拍了一张清晰的照片，存入证据文件夹。然后我翻到手机的通讯录，上下滑动了几页，找到了一个沉默已久的号码。那是在几个月前行业论坛上，一位税务局领导做完报告后留的联系方式。当时他在台上说了8个字，我至今印象深刻：发票背后遍地黄金。当时所有人都以为他在讲发票管理的经济价值，没几个人品出来弦外之音。我当然没有在那个场合直接加他微信，只是在茶歇时偶遇，交换了名片，顺便聊了聊制造业成本分摊的事。他从头到尾没问我是哪个公司的，我全程也只说自己姓江。他想了想，像忽然想起什么似的：江先生，我们税务局的热线和官网都有匿名举报通道，保护力度很大，你可以先了解了解，需要的话我的分机号在名片上。是时候了，我算准了每一步，先护住自己和刘念，再实名。我拨通了电话。喂，是税务局吗？我要实名举报。举报电话刚挂断，我的手机又响了，是一个陌生的号码。我犹豫了一下接通。江先生，我是宏图集团的王震。那个低沉威严的声音让我愣住了。昨天在会议室里拂袖而去的甲方大老板，我心头一紧。王总，如果是为了昨天方案的事，昨天的事我都知道了。王打断了我，语气里听不出喜怒。我看了网上的视频，也看到了那些所谓的爆料。我苦笑，让您见笑了。我现在可是臭名昭著。我不看那些乱七八糟的东西，我只看人看事。王震顿了顿，其实昨天在会议室我就觉得不对劲，后来我让人查了一下你们公司的情况，大概猜到是怎么回事了。一个能做出5000万业绩的销冠，不可能做出那种垃圾 PPT， 除非你是故意的。被拆穿了。我沉默了几秒。我是故意的，因为林彻扣光了我的奖金，还侮辱我的人格，我觉得他不配拥有那个方案。王震竟然笑了一声，够狠，宁愿自损800也要杀敌1000。不过江先生，你有没有想过，你这一手不仅报复了林彻，也浪费了我的时间。我的心提到了嗓子眼。
宏图集团在业内的影响力巨大，如果他也封杀我，那我就真的完了。对不起，王总，这是我职业素养的缺失，我愿意承担。行了，王震再次打断我，我给你打电话不是来听你道歉的，我想问你，真正的方案你有吗？我愣住了。有，做销售的习惯永远有备选方案，哪怕决定了要摆烂，但在做那个垃圾 PPT 之前，我已经习惯性的在脑子里构思好了真正的完美方案，甚至我的私人云盘里还存着一份半成品。很好，给你3天时间把真正的方案发给我，如果能打动我，我不但不追究你的责任，还可以给你一个机会，一个彻底踩死林彻的机会。挂断电话，我握着手机，久久不能平静。通话时长4分32秒，这4分32秒比我过去5年任何一次谈判都更让我心跳加速，因为这次不是在谈判桌上博弈，不是在甲方面前表演，而是在一个真正的企业家面前被看穿了所有的小心思。他说我够狠，其实我一点都不狠。如果我真的够狠，早在去年年会林彻暗示我灵活处理的时候，我就应该开始备份证据，联系下家。如果我够狠，今天被他用茶杯砸在眉骨上的时候，我就应该还手，就算被定性为互殴，至少心里痛快。可是我没有，我保持了职业本能里的理智，护住要害，任由他打，因为我知道只有不还手才能让这段录像成为完美的不在场证明。这算狠吗？这只能算是被逼到墙角之后本能的抓住了最后一根救命稻草。窗外的天色已经完全暗了下来，城市的灯光透过百叶窗在墙上投下一道道明暗交替的条纹。我撑着坐起来，把笔记本电脑放在腿上，打开了一份空白 PPT， 光标在第1页停留了很久。我在脑子里把宏图集团的业务模式过了一遍，他们主营业务是智能家居，今年想往全屋定制方向转型。林彻之前一直让团队按传统方案走，卖硬件、推套餐、铺渠道，但我觉得这条路走窄了。全屋定制的核心不是硬件，是服务体验和生态闭环。如果能把宏图的智能家居系统和几家头部的家装平台打通，再结合社区物业的最后1公里配送能力，完全可以在华东地区率先跑出一个新零售模式。这个想法我半年前就有了，但林彻觉得太超前，风险太大，让我老老实实做传统渠道。现在想来，他不是觉得风险大，是不想投入研发成本。传统渠道来钱快，卖一单是一单，财报好看，更方便他在账目上做手脚。但现在不一样了，现在我是给我自己做方案，不是为了林彻的公司，是为了我自己。我的手指开始在键盘上飞快地敲击，数据分析、市场调研、竞品对标、执行路径、风险预案、财务模型，每一个模块都在脑子里自动排序组合，像一台精密的机器，终于被切换到正确的频率上。这些年做销售，我最大的收获不是业绩数字，而是一种近乎本能的商业嗅觉。我知道什么样的方案能让客户眼前一亮，知道什么样的执行路径能让项目落地，更知道什么样的商业逻辑能让自己立于不败之地。这些能力不是林彻施舍的，是我一场一场硬仗打下来的。手机突然震了一下，是助理小李发来的微信，连着好几条。策哥，王强在公司大群里发了一段话，他说你住院装，可怜博同情，让大家都不要搭理你。好几个人跟着起哄，张姐还在群里发了个鼓掌的表情。策哥，我气死了，但是我不敢在群里说话，我怕被针对。我看着这些消息，心里反而出奇的平静。王强这条狗，主子还没出来就叫得最欢，他以为这是在表忠心，殊不知这是在给自己挖坟。我回小李，不用管他们，做好自己的事。如果有人问你我的情况，就说伤得很重。可是策哥，你不打算澄清吗？网上那些话太难听了。现在还不到澄清的时候。是的，还不到时候。现在跳出去回应，只会给对方更多把柄。网络舆论这个东西，你越是解释，就越显得心虚。最好的辟谣方式，从来不是对骂，而是用一个更大的真相把所有的谎言碾碎。我把手机翻过来扣在床上，继续写方案，写了大概2个小时，病房门被敲响了，已经是晚上10点半，按理说不该有访客。请进。进来的是一位我没想到的人，公司行政部的老周，50多岁，负责公司的后勤杂务，平时寡言少语，开会永远坐在角落里。我跟他的交集仅限于每年年底发年货的时候聊2句家常。老周拎着一个保温饭盒站在门口，脸上的表情有些局促。小江还没睡啊？你嫂子煲了骨头汤，我顺路给你送一盅来。他一边说，一边把饭盒放在床头柜上，目光扫过我的头上的伤，神色暗了暗。老周，这么晚了你还专门跑一趟，太麻烦了。不麻烦不麻烦，我下班就回家，吃完晚饭就出门的，不是什么大不了的事。他搓了搓手，欲言又止。我猜他有话说，也不催，就沉默地等着。过了一会儿，老周从口袋里掏出一个信封，放在饭盒旁边。这是我私人的一点心意，别嫌少。
你嫂子让我跟你说，好人有好报，恶人有天收。信封很薄，我拿起来一看，里面是2000块钱现金。我一愣，老周，这不行，拿着。老周难得的提高了音量，按住我的手，眼眶有点红。小江，你进公司这5年，每次年底发福利，你都自掏腰包给行政部加一份，别人不知道，我记得。去年下大雪，你开自己的车把我送回家，路上堵了3个小时，你一句怨言没有。我今天在会上看到林总打了你，我一晚上都没睡着。我知道自己没什么用，帮不上忙，但这2000块钱，你买点营养品补补身体。我鼻子一酸，差点没绷住。在这个公司里，最有权势的人恨不得把我踩进泥里，最底层的人却拿着自己微薄的工资来看我。这世道就是这么荒谬。真正有良心的人往往没有话语权，有话语权的往往没有良心。谢谢。我低下头，声音有点哑。老周，等我好了，我请你和嫂子吃饭。老周连连摆手，不用不用，你先顾好自己。对了，那个，他压低声音凑近了一些。今天下午林总被抓走以后，有好几个同事在公司厕所里偷偷议论，说支持你，大家嘴上不敢说，心里都有杆秤的。我知道。老周又叮嘱了几句，就匆匆走了，像是怕被人看见。病房重新安静下来，我打开保温饭盒，骨头汤还是热的，汤面上飘着几颗红枣和枸杞，一看就是家里熬的。我把汤喝完，把老周的2000块钱收好，然后继续写方案。这天晚上我一直工作到凌晨4点，方案的主体框架基本完成。临睡前，我最后看了一眼手机，微博热搜上那几个词条还在高位挂着，评论区依然乌烟瘴气，但我已经不在乎了。3天之后，我要让所有人看到，究竟谁才是那个真正有实力的人。接下来的3天，我在病床上没日没夜的赶方案，一边忍受着伤口的疼痛，一边还要应付网上的谩骂和前同事的骚扰。王强为了讨好林彻，几乎每天都在网上发小作文黑我，甚至把我的家庭住址都曝光了。有人往我家门口泼油漆，祭死老鼠。我爸妈吓得不敢出门，哭着给我打电话问到底怎么了。我咬着牙安慰他们没事儿，让他们先去乡下亲戚家躲躲。第3天深夜，我把那份长达80页，包含了详尽数据分析、竞品调研和执行策略的方案发到了王震的邮箱。邮件发送成功的那一刻，我虚脱地倒在床上。第2天一早，我收到了王震的回复，只有2个字：来谈。与此同时，我也收到了法院的传票，林彻的公司正式起诉我，理由是严重失职，造成公司重大经济损失，索赔2000万，并且他们还申请了财产保全，冻结了我所有的银行卡。看着那条冻结短信，我笑了，笑得牵动了伤口，疼得龇牙咧嘴。林彻，你以为冻结了我的钱，我就没招了吗？我带着伤出现在了宏图集团的顶层办公室。王震看着我头上的纱布，挑了挑眉，坐。他把打印出来的方案放在桌上。方案我看过了，很精彩，比你们公司以前所有的方案都要高出一个档次。谢谢王总夸奖。但是王震话锋一转，我现在跟林彻的公司解约了，为什么要用你这个已经被开除的员工的方案？因为这个方案只有我能执行。我直视着他的眼睛，没有丝毫退缩。而且王总，您是生意人，您看重的是利益，而不是我是哪家公司的员工。这个方案能给宏图带来至少1个亿的增长，这笔账您比我会算。王震盯着我看了许许，突然大笑起来。好，有魄力，我就喜欢跟聪明人打交道。他从抽屉里拿出一份合同，这是顾问合同，我以个人的名义聘请你，负责这个项目的执行，薪资是你以前的3倍，外加项目提成。我扫了一眼合同，没有马上签字。王总，我还有一个条件。你说。我要您配合我演一出戏。1周后开庭日，林彻果然取保候审了。他穿着一身名牌西装，头发梳得油光锃亮，看起来丝毫没有受那晚的影响。看见我，他嘴角勾起嘲弄的笑容，用口型对我说：你死定了。王强跟在他身后，像条哈巴狗一样，手里抱着一大摞所谓的证据。法庭上，林彻的律师咄咄逼人。审判长，被告江策作为项目负责人，在关键的汇报会议上故意提交劣质方案，导致我方失去了宏图集团2000万的大单，这是严重的恶意，破坏公司经营行为。这是宏图集团发来的解约函，上面明确写着，是因为对方案极其不满才取消合作。我们要求被告赔偿直接经济损失2000万，并承担所有诉讼费用。法官看向我，被告，你有什么要辩解的吗？我站起来，平静地看着林彻。审判长，我不认可原告的说法。首先，那个方案虽然简单，但并未违反公司规定。公司没有任何一条制度规定
PPT 必须写多少页。其次，宏图集团解约并不是因为方案。林彻冷笑一声，不是因为方案，白纸黑字写着呢，你还想抵赖？我转过身看向旁听席的大门，是不是因为方案？当事人最清楚。申请证人出庭。大门打开，王震气场全开的走了进来，林彻的笑容僵在了脸上，他慌忙站起来，王总，您怎么来了？这种小事怎么惊动您？王震看都没看他一眼，径直走到证人席。我是宏图集团的董事长王震，我证明我们取消与林彻公司的合作，与江策先生的方案无关。全场哗然，林彻的律师急了，王总，解约函上明明写着那是公关辞令。王震冷冷地打断他，真正的原因是我觉得林彻这家公司管理混乱，老板人品低劣，涉嫌欺诈，而且王震从公文包里拿出一份文件，就在昨天，我已经和江策先生签订了新的合作协议，也就是说，江策先生并没有给宏图造成任何损失，反而因为离开了那个垃圾公司，为我们创造了更大的价值。林彻的脸瞬间长得通红，他指着王震，手指颤抖，你们串通好的。我看着他气急败坏的样子，缓缓开口，林总别急，这只是开胃菜。刚才你说我造成了公司损失，那我们来算算，公司到底欠我多少钱？我从包里拿出一个 U 盘递给法官，这是我在职5年期间所有经手项目的真实账目，包括林总如何通过阴阳合同将公司利润转移到个人账户，以及他是如何通过虚报发票偷逃税款高达3000万的证据。林彻的腿一软，直接瘫坐在了椅子上。不可能，你怎么会有那个？我看着面如死灰的林彻，露出了进法庭后的第一个笑容。林总，您刚才说谁死定了？法庭上的局势瞬间逆转，原本是林彻告我赔偿2000万，现在变成了他涉嫌重大经济犯罪。法官当庭宣布休庭，并将相关证据移交公安和税务机关。林彻想跑，但早就候在外面的经侦警察直接走了进来。林彻涉嫌职务侵占和逃税，跟我们走一趟。这一次他连打电话的机会都没有，那副银手镯终于戴在了该戴的人手上。看着林彻被押上警车，王强彻底傻了眼，他缩在角落里想溜，我走过去拦住了他的去路。王主管，去哪儿啊？王强吓得一哆嗦，脸上挤出一个比哭还难看的笑容。策哥，恭喜啊！我就知道你是被冤枉的。其实我早就看不惯林彻了，我是被逼的啊！我也想去举报他来着，没想到策哥你动作这么快，真不愧是萧冠。看着他这副嘴脸，我只觉得恶心。王强，刚才在法庭上你可是作证说我恶意破坏呢，还有网上那些造谣的帖子，也是你找人发的吧？王强脸色惨白，冷汗直流。误会，都是误会，策哥，看在同事一场的份上。同事，我冷笑，你也配？等着吧，造谣诽谤转发过500就能入刑，你的那些帖子转发量都过万了吧？我已经保全了所有证据，律师函马上就到。王强扑通一声跪在地上，抓着我的裤脚哀求，策哥，我错了，我有老下有小，不能坐牢啊，求求你放过我吧。我厌恶地踢开他的手。你造谣的时候想过我有老下有小吗？你往我家门口泼油漆的时候想过我爸妈的感受吗？你已经是个成年人了，要为自己的行为买单。我转身离开，留下他在身后鬼哭狼嚎。走出法院大门，阳光刺眼，王震的车停在路边，他摇下车窗，上车，送你去个地方。去哪？庆功宴。车上我看着窗外飞逝的景色，心里却并没有想象中的狂喜，只觉得累。这一仗虽然打赢了，但也耗尽了我的心力。在想什么？王震问。在想那个平台。我叹了口气。林彻说的对，没有平台，个人的力量确实渺小。如果不是遇到了您，我可能真的会被他玩死。王震笑了笑，你错了，平台固然重要，但核心永远是人。如果是块废铁，给他再大的平台也发不了光。你是金子，所以哪怕在泥潭里也能被人看见。而且他顿了顿，你现在不仅仅是赢了林彻，你还赢得了人心。我不解地看着他，他递给我一个平板电脑，屏幕上是公司的大群，林彻被抓的消息已经传开了，群里炸了锅。之前那些阴阳怪气的同事现在都在疯狂艾特我，向我道歉表忠心。更有意思的是，很多客户也在群里说话。我们是看在江策的面子上才跟公司合作的，既然江策走了，那我们也要解约，支持江策。这种垃圾公司早该倒闭了。看着这些消息，我心里的一块石头终于落了地。原来公道自在人心，原来我这5年的努力并没有白费。接下来有什么打算？王震问。我深吸一口气，眼神变得坚定。我想自己干。林彻的公司倒闭了，树倒猢狲散，因为账户被冻结，员工工资发不出来。那些曾经围着林彻转的人，现在成了讨薪的主力军。他们在公司门口拉横幅、砸东西，甚至为了抢一台电脑大打出手，真是讽刺。曾经他们嘲笑我为了3000块钱斤斤计较，现在他们为了几百块钱打得头破血流。
王强因为诽谤罪被判了6个月，出来后有了案底，在这个行业彻底混不下去了。听说他老婆跟他离了婚，带着孩子走了，他现在只能当流浪汉。至于林彻，数罪并罚，判了12年，他的全部身家都被用来补缴税款和赔偿罚金，还要面临巨额的民事赔偿。他在狱中托人给我带话，想见我一面，我拒绝了，没什么好见的。半年后，我的新公司正式开业，半年时间说长不长，说短不短。从法院出来的那天，王震在车上问我有什么打算，我说想自己干。他说了4个字，别让我失望。这4个字的分量我心里清楚，王震不是一个好说话的人，他的信任从来不是施舍，而是用过去每一次靠谱的交付换来的。如果不是在宏图那个会议室里我故意摆烂的那场戏，他可能永远不会知道我的真实水平。当然，最后那份80页的方案是我5年来最漂亮的一次答卷。创业和打工完全是两码事，以前在林彻的公司，我只管冲业绩，其他的事情有行政、有人事、有财务、有法务，现在这些事全部堆在我一个人头上，找办公场地、办营业执照、跑税务登记、拉网线、买桌椅、跟物业扯皮押金，每一件小事都在消耗我的精力。以前我从没觉得这些事情有多复杂，现在亲自上手，才深刻理解了一句老话，不当家不知柴米贵。最难的是招人，我在这个行业的名气确实有，但那是在我还是林彻公司销冠的时候。现在林彻的公司倒了，我自己出来单干，很多人在观望，有人说我太年轻，有人说我背景不够硬，还有人在背后嘀咕，就是他把自己老板送进监狱的，这样的人你敢用？第3句传言是王强在外面散布的，哪怕他那时候已经因为诽谤罪被立案，也挡不住他那张嘴。猎头周姐帮了我大忙，我还在医院的时候就给他打了电话，没绕弯子，直接说了我的处境。周姐听完沉默了好几秒，然后说了一句：江策，你知道我做了15年猎头，见过最多的职场案例是什么吗？是员工被欺负后忍气吞声，最后憋出抑郁症，被公司像抹布一样扔掉。你敢反击，就已经赢了第1步。在他的引荐下，我先后见了7、8个潜在合伙人，有的是在大公司郁郁不得志的骨干，有的是厌倦了勾心斗角，只想专心做业务的前辈。我给他们开的薪资不高，但股份和分红写得很清楚，每一份合同都公开透明，每一笔提成都有据可查。其中一个合伙人大周，原来是一家上市公司的华东区总监，辞职前年薪80万。他来见我的时候，我们俩在一家兰州拉面馆聊了整整1个下午，最后他放下筷子，用纸巾擦了擦嘴，说了句让我记忆犹新的话：江策，我来你这儿不是为了钱，我以前的老板也克扣过我的年终奖，但我没你那个胆子去翻脸。你做了我没敢做的事，我想跟着你干。人啊，有时候需要的不是一个完美无瑕的领袖，而是一个做了自己想做却不敢做的事的普通人。后来大周成了我的联合创始人，财务方面我请了刘念，他在林彻的案子审结后成了重要证人，虽然有污点证人保护条款，但几乎没有公司愿意雇一个曝光过前老板的会计。他接到我电话那天，在电话那头哭了整整3分钟，然后红着眼睛来报道，现在是我的财务主管，手下带2个新人，每张报销单每笔提成核对他都核准签字，比对自己的钱还上心。助理小李在我出院后没几天就辞了职，他在林彻被抓之后还留了一段时间，因为要等公司拖欠的最后1个月工资。工资一发，他当天就把辞职信拍在了 HR 的桌上。我开玩笑问他，不怕找不到下家吗？他说，策哥，跟着你这样的老板干，就算刚起步辛苦点，心里踏实。说实话，这话听得我眼睛发酸。我最难的时候，身边只剩下几个人，但那几个人个个都是拿真心换真心的交情。公司成立那天，我请所有人在工位上吃了一顿火锅，用的是老周之前给我的钱，锅底是老周家的老婆专门帮忙调的。他说，就当还了你当年给我送礼的那份情。桌上没有名贵食材，没有鲍鱼龙虾，就是几大盘牛肉、百叶虾滑和蔬菜。我坐在主位上，看着眼前10来张年轻或不再年轻的脸，忽然觉得很踏实。大周举着2锅头站起来，江总，按规矩这开业第1杯酒得你来。我站起来环顾一圈，发现好几个人眼眶都亮晶晶的。第1杯不敬我，敬在座的每一个人，敬你们。在所有人都觉得我完了的时候，选择相信我。我端着一次性纸杯，把白酒一口闷了，辛辣入喉，后劲却暖。我把杯子翻过来，一滴不剩。以后我们这个公司就一条规矩，
你创造多少价值就拿多少回报。谁要是觉得这不合适，现在就可以走，我不拦着。没人走。开业那天，花篮摆满了整条走廊，除了王震的宏图集团，还有很多以前的老客户都送来了祝福。我站在落地窗前，看着这座城市的车水马龙，这里依然残酷，依然充满了竞争，但我不再恐惧。资本家并不是不可战胜的，只要你手里有剑，心里有光。江总，宏图的项目复盘会要开始了。助理小李敲门进来，手里抱着厚厚的一叠资料。我转过身，微笑着接过文件，走吧。不久后，发薪日到了，看着小刘和员工们收到足额奖金时惊喜的笑脸，我不禁想起了还在踩缝纫机的林彻。他到最后都不明白，在这个成年人的世界里，从来没有无缘无故的忠诚，更没有廉价的感恩，谈钱才是对员工最大的尊重。我合上签完字的工资单，望着窗外熙熙攘攘的车流，轻轻笑了笑。毕竟在这个世界上，花多少钱就办多少事。